最近，一段关于豆豆的视频再次引发了不小的讨论。视频的内容其实很简单，一位在坦桑尼亚的中国人在和豆豆玩耍，互动的方式是用手轻轻按着豆豆的头，然后让它转圈。从画面上看，这更像是一种简单的游戏，豆豆也在配合，一边转一边笑。但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普通的画面，却在评论区引发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声音。第一种声音，有人陪他玩是好事。一部分网友的看法非常直接，至少有人在陪他。在他们看来，这段视频的重点不在于游戏方式，而在于一件更重要的事情：豆豆不再是一个人。相比之前，一个人难受，一个人忍着，一个人面对问题，现在至少有人愿意和他互动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这种陪伴本身就是积极的。他们认为，孩子在笑，就说明他是开心的。游戏本身没有恶意，就没有必要过度解读。而另一种声音，这看起来像讨好，但另一部分网友却有完全不同的感受。他们关注的点不是有人陪，而是这种互动的方式是否合适，尤其是一个细节，用手按着头让孩子转圈。在他们看来，这种方式带有一种控制感，再加上豆豆的反应，让他们产生了一种不太舒服的感觉，他好像在迎合别人，甚至有人用一个比较直接的词来形容，像在讨好。为什么同一个画面会产生完全不同的解读？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互联网现象。同一个画面，不同的人会看到完全不同的东西。原因通常有3个。第一，每个人的关注点不同。有的人关注结果，孩子在笑，那就是开心；有的人关注过程，互动方式，是否尊重孩子。当关注点不同，结论自然不同。第二，情绪背景不同。如果一个人之前已经对豆豆的情况产生了担忧，那么在看到类似画面时，更容易从风险角度解读；而如果一个人只是单纯看视频，更容易从轻松角度理解。第三，对儿童边界的理解不同，这是这次争议中最核心的一点。有些人认为孩子玩得开心就好，而另一些人则更在意这种互动是否尊重孩子的边界。什么是儿童边界？这其实是一个越来越被重视的概念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孩子是否有自主性，比如是否可以选择参与或拒绝，是否被尊重身体感受，是否在互动中被平等对待。当一个互动方式带有明显引导甚至控制时，就容易引发争议。豆豆的反应为什么让人敏感？在视频中，豆豆是配合的，甚至是笑着的，但正是这种配合让一部分人感到不安，因为他们看到的不是单纯的开心，而是一种过度顺从。他们担心的是，孩子是不是在用配合来换取认可。这种担忧并不一定完全正确，但它反映了一种更深层的情绪，对孩子处境的持续关注。但也需要避免过度解读。与此同时，我们也需要理性看待。一段短视频，信息是非常有限的，我们无法从几十秒画面中完全判断孩子的真实心理状态，互动背后的关系是否存在长期问题。有时候，孩子的笑确实就是简单的快乐。如果把所有行为都解读为讨好，也可能是一种过度放大。真正值得关注的不只是这一幕。相比争论这个游戏对不对，更重要的问题其实是孩子整体的生活状态。例如，是否有稳定陪伴，是否有安全感，是否被持续关注。如果这些是稳定的，那么一次普通互动问题并不会太大。但如果这些本身就存在不确定性，那么任何细节都会被放大。争议背后其实是同一种情绪，虽然观点不同，但如果仔细看，会发现两边其实有一个共同点，都在关心豆豆。一边是希望他有人陪，另一边是希望他被尊重。这两种声音本质上并不对立，而是关注角度不同。如何更理性地看待这件事？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标准来判断。如果一个互动没有明显伤害，孩子没有抗拒，场面整体轻松，那么它大概率是一个普通互动。但如果出现强制、不适、明显不愿意，那就需要引起重视。结语，比争论更重要的是持续关注。这段视频引发了争议，但争议本身并不是坏事，因为它说明大家在认真看待孩子的状态。也许每个人的理解不同，但如果这种讨论能够带来一个结果，
那就是让更多人开始思考，孩子在被陪伴的同时，是否也被尊重，而这才是比转圈游戏对不对更重要的问题。